观众生业原品第3。这是佛的生身的母亲摩耶夫人，在这个忉利天大会上走过来，非常恭敬的合掌问地藏王菩萨说：圣者，地球上这个众生所造的业有大有小，有种种的差别，它是不同的，他们所受的这个报应差别应该是不同的，你能具体的讲一讲吗？地藏王菩萨就回答说，在这个千千万万的世界和国土上有的有地狱，有的没地狱，有的有女人，有的没女人，有的有佛法的流传，有的根本没有有的根本就不懂道理还有的就有像这个叫辟支佛呀、声闻呐，这都算是好的了。但是所受的果报，也就是果报，就这种苦和罪过不单单是在地狱才会呈现这个果报，就是你总是在那骂人，结果被人打了一顿，你在我们这个人世间也一样你还没到地狱呢，就发生这个因和果的这个现象嘛，就是这个道理。他是受到惩罚，不光是在地狱中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说法好，摩耶夫人又继续请教菩萨说，我呢只想听听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这个众生，因为造着种种的罪过之后，而转世投生于恶道之后的名称和受罪的那些具体情况。那地藏王菩萨就说可以我的圣母，我这个内容太多了也请您原谅，我只能讲一些大概的情况。说那好吧，你就讲吧，我乐意听。那接下来呢，地藏王菩萨就来描述了应该说地球上人世间的这些众生所造的罪业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有人不孝顺父母，甚至起了恶心杀害父母的话，那就要坠入无间地狱，即使经过百千万亿劫的时间，那么这个地狱之苦也永远都不能被放出来。无间的意思是没有终止的时间，所谓电影有个无间道你没有回头之日地狱更是这样，无间地狱就是没有一个解脱的时间，没有一个被放回来的时间，就是这个间一直在那受苦。还有，如果要有人出佛身血，包括了说直接伤害佛这个肉身，还有呢伤害这些出家修行的人，伤害在家与出家修行的人还有这个毁谤三宝，就是诋毁、谩骂、污蔑、侮辱三宝。三宝就是佛法僧，不恭敬、不尊敬佛教的经典，也将会坠入到无间地狱，和前面是一样，都是进无间地狱的。即使经过百千万亿劫的永远的时间，你同样也一样，没有出头之日。如果还有人这个侵占、霸占、损坏常住的三宝，常住是在我们道场里头进行专职修行和做事的人，做事也等于修行的人尤其是专职修行人叫做常住侵占、破坏、损坏常住三宝的寺院、佛像、佛经还有修行人的种种的生活用品，包括钱财，还有勾引和奸污僧尼，也就是男女修行者，或者是在这个寺庙里头恣意妄为的邪淫活动，还有杀害出家的僧尼伤害出家僧尼、打骂出家僧尼像这一类的众生也都会坠入到
无间地狱，也是他的罪过是一样，永远没有终止的时间。还有的人，如果表面上穿的是出家修行人的衣服，可是内心他不是在修行，比如说为了骗钱，为了某种地位，或者为了其他的目的，而不是修行和普度众生的目的的话，这个也同样是有罪的。还有侵占寺庙和寺庙的僧众的公共财产，占为己有。还有欺骗佛教徒弟子，通常是指居士啊，欺骗这些佛教徒居士和这些信众，随便乱讲自己多大的功德，就是欺骗的。因为欺骗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哈，来骗取大家的供养和恭敬的话，并且自己呢是破戒而不遵守佛法的，又破坏出家人所有的戒律的啊，还有做出相反的制造的种种恶业，不但不遵守戒律，还要制造出很多恶行来的。那像这一类的众生也要坠入到无间地狱，那么也是没有终止的时间。具体的还在后头。如果是有人偷盗修行道场的居住用的东西、食品、衣服，这个行动用的东西，什么工具、财物、粮食等一切，不经道场的人的同意而私自这个取得拿走的话，也要坠入到无间地狱，同样没有出头之日啊，非常的恐怖。地藏菩萨总结一句话，又说：佛母若有这个众生呢，做了上面所说的这个种种罪行的话，那就一定会坠入到无间地狱里头去。五是数字无间地狱。哪怕在这个期间里头，只想求得一念一刹那的停止受苦，那都是不可能的。之后呢，佛母摩耶夫人继续问菩萨：什么是无间地狱呢？菩萨又开始解释了，说所谓的无间地狱都在这个大铁围山里头。要说这个大的地狱有18所，其次呢有500所，这个名称都不一样。再其次呢还有上千所。但是所谓的无间地狱，不是一个小屋子，像一个城堡，周长有8万里，非常大了，能盛多少人在里头数不过来了，8万里这个城墙呢都是用铁造成的，城墙的高度1万里，城墙高度1万里，那没有人可以飞出去了，并且这个城墙顶上呢还有着大火没有一个地方不着火的。而且在这个城墙里边呢，这个各个地狱呢还相互连接着，这个每个地狱的名字不同但是它是相连的。有一个特别的地狱就是叫无间地狱，这个城堡的这个周长是18000里，地狱墙的这个高度是1000里，都是由纯铁造成的，上面还着着火，就是上面的火呢往下边扑下面的火往上着，还有这个整个的地狱上上下下都是大火。由于里头全都是火里面的刑具有铁蛇、铁狗，都是烧得通红的，喷着火苗子。还有呢，这个铁蛇、铁狗呢是逆时针的，在这个地狱的墙顶上头来回巡逻式的跑，快速巡逻的跑，就是你也想从那里逃出来是不可能的事儿，根本逃不出来。在这个无间地狱之中呢，还有这个大铁床，
遍满万里的大地狱。你看1万和几万里的大地狱里头都有那么多的铁床放在里头。那如果某一个人要在里面受刑罚受苦，你会亲眼看到自己的身体，应该自己的所谓无数个化身式的身体就躺在了数不尽的大铁床上头。如果说这里面关的人多了，但是被关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自己无数个身体会绑在大铁床上去，它是有这样的一种叫类似幻觉的这样的地狱。说这个地狱不简单的。之后呢，苦就开始来了哈。有千百个夜叉恶鬼，他们张开这个血盆大口，嘴里头的牙呀都伸出嘴，像利剑一样眼睛又大又圆，在地狱里头一闪一闪的发着暗暗的光好像闪电一样。手呢像这个铜的爪子，专门来拖拽这个罪人。有的这个夜叉拿着大铁戟，就是大铁戟就是大长枪、大铁枪来这个刺穿罪人，将罪人呢或者是从嘴上，或者从头上，或者从胸部给他插过去之后，一挑就扔起来，把它扔起来抛向空中。完了之后呢，有的是直接扔到火里头，有的是直接扔到大铁床上。还有呢，在空中还飞着很多大铁鹰，专门用锋利的嘴来啄食罪人的双眼，吃你的眼珠子。还有铁蛇专门缠住罪人脖子，使他们喘不过气来。这个蛇呀，它除了咬人之外，它能缠着脖子勒你所以这些受罪的受刑法的这些人呢，这些骨头这个关节里头都用长长的这个铁钉钉进去。还有把罪人的舌头给拔出来，用那个犁刀来耕犁。还有把他们这个肠胃掏出来，拿刀一段段给它砍碎了。还有把这个烧融化的这个铜汁灌到罪人的嘴里头，还把罪人赶进这个融化的铁水池子里头。种种的这种罪行刑法，万死千生死了又活过来，活过来继续受罪，想方设法折磨死，再重新回来活过来，再继续受罪，还没有一秒停歇。所以这些都是由于过去犯过的种种的这个罪业的感召，才到了这个地狱里头受尽这些残酷的刑罚。这样的一天中就有万千次的生死，那而且你到永远都不会停下来，要经过超过1劫的大劫，想跳出这个最惨最毒的地狱几乎是不可能。可怕由于这个地狱的时期特别长，它比这个世界容易被毁掉的这个世界，它要长出无限倍。比如说地球用多少年，比如说地球污染、暖化、垃圾，还有其他星球的撞击，有一天地球可能会整个都被销毁了。地球也被毁了，这个地球上的生物都被毁灭了，对不对？这个一定会有这么一天，就是早早晚晚。那这个地狱就很奇怪了，它不容易坏，它比这个地球耐用多少千万倍。我们这个死多少次了，人家那个地狱还都是存在的，它不容易坏它不容易给弄毁了它。它还有这么一个特性，受苦吧，它命还特长，就地狱的命特别长。假设说这个地狱到了一个真正毁坏的这个时间了，你会自动转到下一个地狱，受同样的苦，而永远你也出不来。反正不是这个地狱就是那个地狱，地狱都是相连的，这个毁了那个接着来，就是这样。记着这可不是个好事另外呢，之所以称这个无间地狱呢，它有5个方面的含义在里头。第一个呢，就是日夜受罪，没有什么一个圆满停止的时间，因为没有停止的时间，所以这是第一个无间。无间就是没有完结的时间。第二，
一个人都能把这个地狱装满，因为他给你造出很多化身来，把这个地狱就塞满。何况里头人本来就很多，就很满，所以里头没有任何一个空间，那里没有空间，所以叫无间，就是这样。第三，这个痛苦不断，地狱的这么多种折磨人的这个刑具和方法哈，就是什么铁叉子、铁棒子、铁鹰、铁蛇、铁狼、铁狗，石锥、石磨、铁锯、钢锉、铁绳子、铁驴、铁马，种种的刑法都会想方设法把你给弄死。他无数无边的方法让你受苦，所以也叫做无间。好，接下来第四个无间哈，不论身份，不论男女，不论你是任何一个种族民族，不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你是皇帝贵族还是普通百姓，还有不管你是神是龙是天人是鬼道，不管是谁犯了罪就到这儿来，所以他还不挑身份，谁犯错都能进去，所以没有身份上的差别，所以这是第四个无间，还挺公平哈。第五个无间是叫念念无间。倘若如果进到了这个地狱里头呢，从一开始一直到永远百千万大劫，一直日日夜夜，它就是没有一秒钟能停下来，没有停下来的时间，所以叫无间。这个无间是指没有停下来的时间，你一直在受苦，甚至你的痛，你还没有觉得这一下痛还没过去呢，下一个痛又来了，那每一个痛都是让你痛的要死去活来的这种折磨，因为是受苦呀，受刑罚之苦啊，还不是人生命运的多舛啊，什么起起伏伏那样的，这个不是，直接你的身体肉体直接在受苦。地藏菩萨对佛母就说，无间地狱的这个情形呢，我只能粗略的给你这么讲，如果要再详细讲我讲那个几千万年都讲不完，那里头折磨人的招数太多了，他就是到那儿受苦去了。我现在给你讲的都是粗略的讲而已。这个摩耶夫人就是佛母摩耶夫人听完地藏菩萨这么说之后，真是为在地狱受苦的众生哀愁不已啊，恭敬合掌，向地藏菩萨顶礼之后，退回原来座位上去了。哎呀，不知道怎么说呀，这个内心的这种感觉没法说。这是第三品，就到这儿是圆满的。师父好，那这个缘起就是佛陀是为母亲讲的这一部经啊，那为什么佛陀要上忉利天为妈妈讲这一部经呢？首先，在忉利天讲这个经的原因呢，是他母亲就是往生到的忉利天，他母亲现在住的那个天宫就在忉利天，所以他在忉利天宫讲的这个经。他其实看母亲去了，看望母亲的同时讲的这个经，对，所以这是讲经的地点的原因。但是讲到这个地藏菩萨这一段内容的时候呢，我觉得每一位母亲，你生养自己的孩子这样的这种无私养育子女的功德，足可以往生到忉利天去，这是我的一种猜想。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这部经也是说给母亲听的，天下所有的母亲听的。
你有生儿育女的生育能力，但是你也应该要具有这个管教儿女的智慧。你的儿女做错事、做罪过的事情，其实做父母的是有职责的。你想哪一个儿女，别说进地狱、进监狱的时候，哪一个母亲不是恐怖悲伤到叫悲痛欲绝的状态啊？那母亲都疯了。说孩子出点事儿之后，母亲先受刺激，很多都疯了、傻了、自杀了，都有很多呢。那你既然恐怖到结局是这样的时候，那每一位母亲就应该读一读这部经。当我们做错事啊，对吧？甚至自己都不懂道理，做了错事，你的行为会直接让孩子去模仿的呀。我们有个同学就跟我说：“师父，你看看你们河北老家的人啊，这个女的做事儿不太正确，而且这不是演戏啊，这是中国国内的现场的一些情感节目。这个河北一个地方的一对夫妻，中年夫妻打架呀闹离婚因为解决不清楚或者决心没有完全下定，就跑到这个节目上来让那现场的人给评论评论，到底谁有理。那夫妻俩人都觉得我是拥有真理的，就来了。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她的丈夫呢是个做建筑工程的包工头就是养家糊口。那这个女的呢就是做家务，就养孩子、管钱、管家务。那有做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过年过节，他们和双方的父母没有住在一起，这个女的就做主买礼物。比如说女方说回娘家，不但把他们开的车还要洗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还要买上大量的礼物，贵重的礼物，每一次像人民币几千块钱、上万块钱都要买。老公不能说一点点不开心的话，说买这么多干嘛？咱们用不着这些东西。说那不行，我是我们家兄弟姐妹中的长女，我是大女儿，我要尽孝，那是我亲妈，知道吗？你这个不孝女女婿，就来一句。可这个男的说，那到我们家看望我父母的时候呢，你不是啥都没买吗？他说孝敬你父母是由你们家的兄弟姐妹要孝敬的，与我儿媳妇有什么关系呢？我也不是没有买啊，我不是买点萝卜白菜吗？你买点菜花20块钱人民币，人家买一双皮鞋最少200块，对不对？那不一样嘛。还有呢，他为了显摆自己对这个他的男人有绝对的统治权，他们和一些老姐妹出去卡拉 OK 比如说8点钟说老公你来接我，5分钟我必须回家。那老公呢就在停车场等候，一等候就是4个小时。那个就说这个女的说，我让我老公几点钟来，他赶不来，然后等4个小时他赶走，他走了之后我收拾他。两人为一件小事吵了个架，这个女的把她所有的存折、房产证全拿到娘家去了。现场评判的人说，就算离婚的话，就算给你分一半，你也是被动的分一半，你是白赚来的钱，对不对？你也没有权利把人资产全拿走呀。他说我就这么着，反正是我们家的钱，如果他怎么着，我把钱全拿走了都不给他。说你这本身都是违法。他说我们家的法就我说了算，你们家的法可以说了算，这个男人可以怕你，可以容让你，但是你想他真的怕你吗？那个男人怕的到底是什么？他怕的是孩子没有家回了。我相信也是怕自己的父母亲生气
操心失望，宁可这些苦让一个男人自己全承担了，眼泪往肚子里咽，也就默默的承受着呀。那他有没有儿女呢？他有女儿，有儿子，那将来他的媳妇会怎么对待他呢？说把他的钱全部给他烧光，完了之后把他赶出去，连进老人院的钱都没有，甚至是还遭毒打，甚至是还不敢告诉任何人。所以有很多的恶果是由不懂事的家长父母自己就这么表现的。当有一天你的这些恶劣行为的表现成为表率，就教会了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将来惩罚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在很多家庭之中，一家3代人老人没人管，完了之后小孙子去伺候给爷爷奶奶弄点鸡蛋弄点肉吃，否则这个老人都在那受虐待的，正常的饮食都不能供饱，更不要说儿媳妇都是这样不懂事的。但是除了地狱等待之外，那么他的为母亲对他孩子教育的这个行为表率，有一天会无数倍的返还到他自己的身上，离死就不远了。所以给天下母亲应该读这部经啊。这么恐怖的地狱，你去到那儿经历的时候，大家觉得好可怜又受罪，对不对？但是你在犯事折磨别人的时候，他其可怜之人有其可恨之处啊。对，就是因为你不懂得最基本的人情世故和道理。你看后面这些罪过都是你不该做的，可是我们就做啊，这才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明知地狱苦，我就往里闯，对吧？所以这是佛说给他的生母摩耶夫人的，其实也是说给天下有缘的一切众生的母亲的。所有的母亲都应该听一听，你的行为，你的所思所想所行，都会自然的影响和教化着你的儿女。除了行为上的教化，还有业力的承担呐。那你将来去哪里呢？难道仅仅到地狱才受地狱之苦吗？你难道不会被恶报到人间受此地狱之苦吗？之前有一个同修传给我一个视频一个母亲看样子60多岁，又大吵大闹，儿子你为什么不让我进门呢？我是你妈呀。他吵着想让邻居出来之后，让这个儿子显得没脸见人。这个儿子出来跪在门口说，妈，我不会让你进我的家门，你无论多么喊。我3岁的时候你自己去享乐，找了另外一个丈夫，把我和那个最穷的爹扔下之后，今天你还有脸回来说我不让你进门呢？你知道我们受的苦吗？所以有很多父母是伟大的，但是有很多愚昧的父母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与贪婪不管儿女受苦，不管你的长辈在那受苦，到有一天这个恶报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回来的时候请记住自然规律当中，你付出去的是1，回来的时候得的是1万了。你那个苦还在后头呢，这是加了无数倍加到你头上去，知道吗？你供佛慈悲的行为，你得到的那样的善报，那个善报善果也是1乘1万，恶果也是1乘1万，就是这样子，它会放大无限的倍。所以我们受苦的时候，你也别埋怨别人所以你要自己要检点自己的行为。所以希望我们不光是母亲了，
我们所有人都要自己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做人做事。所以这里尤其是提到了一个孝，进到无间地狱当中第一个罪过的是吧？不孝父母，甚至是杀害和伤害父母者，必堕入无间地狱。之后就是破坏佛法僧侵害这个修行人的一切财物啊、人生啊、荣誉啊，这是最大的大罪。请问师父，如果为无间地狱里的亲人念佛点灯，会有效吗？能不能解脱呀？也祈请师父来指点。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要有这个因缘要有这份巨大的能量，将你的祖先祖辈能够接引到极乐世界，他才能出得来，知道吗？地狱之门开了之后，也轮不着你出来。那个围墙1万里高，你能出得来吗？你出不来，那谁能让他出来呢？佛地藏王菩萨才能把它弄出来，知道吗？佛去了之后，那火立刻就灭了，接谁出来，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到底怎么执行呢？你可能没有佛的这个法力怎么办呢？去供佛，在佛前点灯，来超荐自己的祖辈和亲人，还有的是英灵，为他们超荐，还有为很多你世间不如意的人和亲人去点灯，让佛去关注他、关照他，对吧？比如说你有个孩子不听话，孩子读书不专心，在佛菩萨前供灯，让佛给孩子智慧，是吧？孩子做事业不顺利，在佛前点灯供佛，让佛去帮助孩子，就这样子，光靠我们的人力是做不到的，是吧？所以要想改变这些可能会引发的这个恶果可以要借佛的力既改变我们的亲人朋友，最重要的还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心要改变。那种奸吝吝啬的人的话，是因为他们太自私他总在索取和要求别人，要求别人的本身就是索取。说你必须穿整齐，穿成我要的样子，你头发必须弄成什么样子是我要的样子。因为很多人说我为了你好，你的行为要符合于我的这哪怕临时的要求，这就是自私，你在满足我的感官。还有很多说根本做这个事儿没意义，说为了满足我对你的统治感。就像军人当了兵之后，为什么新兵训练都去了之后立正稍息跑步，不管是刮风下有大太阳，就是让你要服从他的命令的。军人不得已不服从命令，所以军人一个口号叫做服从命令为军人的天职，对不对？但是你一起生活的人不是军人和长官，你没必要去强迫和命令别人，对不对？不要命令别人成为自己的快感，否则你容易造成犯罪的这个现象。你自己犯了罪，自己还不知道呢，说我没做什么错事这每件事上对别人吝啬一点，最后变成大吝啬，甚至是灾难。那种艰涩那种尖刻感，那种刻薄，那种对他人的强迫症，那种对他人的恶劣的要求，手下留情，嘴下留情要心慈手软，才是解脱之道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你先学着去做供养、布施。所以大家是有必要好好学一下这部经这个听起来呢会让人不舒服会让人有点毛骨悚然，但是我觉得呢，我们有所畏惧就有所收敛有所明白那种危险性，就应该学会懂得好好做人。出路也给大家指引了希望大家好好去做做一个慈悲善良有智慧的温文尔雅的人真正做一个善良的人，无论对家人还是对其他社会人，还是对这个世界上的一草一木，都应该怀着慈悲
感恩的善良之心，我们才能得到一个美好的结果啊。对于这个长辈的这个孝敬孝顺，更是至关重要的。要不然的话，我们会有一天这个因果呈现的时候，到时就晚了。就像说你一个腿上有个毒疮不治，等慢慢扩散之后，医生告诉你说锯腿才行。说如果你早来治半年也没事啊，说吃上几天药就好了，对吧？因为你不管，所以它就蔓延下去，它就最后就发作了啊。所以很多的行为，我们知道错误一定要改正啊，我们将来才不会受大苦。所以最重要的是大家听到过这部经啊，我觉得就可能不容易掉入到这个苦海和地狱之中，因为我们都会有所被震动，我们就开始从这种迷茫的昏睡之中这个警醒起来啊，做慈悲善良的人。祝福大家吉祥如意，长命百岁，幸福快乐，下次再见了。